滑动切换镜头倍率，从上往下滑会缩小。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产品啊？这是 Allmax 的一水肌酸粉。这是我今天的穿搭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希望能显得更年轻一些。你这身搭配挺简约的，想显年轻的话，可以加个亮色配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 啊。我的主力机从华为的 Mate 70 RS 换到了 Mate 80 Pura 80 Pro 加。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这款产品的体验到底如何，它与 Ultra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，有什么明显区别，并且鸿蒙 5.1 相比 5.0 体验上又有哪些提升？那至于大家关心的 Ultra 的影像深度体验呢，也已经在路上了，大家点赞上车，我们正式开始。还是先看回 Pura 80 Pro 加本身哈，这次呢我们拿到的是红色。这个红色我觉得非常漂亮，我以我身边几个红色的产品呢给大家对比一下。首先呢就是我车内的内饰哈，能够看出呢，在这个暗光下呢，它可能显得更加深邃，但是如果有亮光一反射的话，它有一种酒红色的感觉。然后对比呢，我换过来的这个 Mate 70 RS 也能够感受到这两款产品的红色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哈。这个呢会更偏玫瑰红、波尔多红的感觉，而这个 Mate 70 RS 呢会感觉更加正红一些。不过 Mate 70 RS 的正红呢，也不如我平时用的这个便携式拉音箱这个红这么正，所以我个人感觉啊 ，Pura 80 Pro 加上的这个红色还是偏低调、偏内敛的一个红。那在质感上呢，我再多强调一下，就是我感觉这款产品它是玻璃材质哈，不过它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我实际摸起来，它都很接近于陶瓷。总之，我觉得质感上 Pura 80 Pro 加是真的没毛病，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也看一看，质感非常的优秀。那至于 Pro 加的基础体验，我先给大家拉一个表格。其实从这个表格能够看出，和 Ultra 对比的话，这一代 Pro 加的配置参数其实已经拉得非常满了。而且这两款产品啊，它们在设计上也保持了一致。无论是大小还是设计元素都是一样的。那除了 Ultra 在镜头模组上有这么一行尊贵的小字，然后包括这个一镜双目的摄像头区域，你稍微近的话能够看出来两者有区别，但你稍微把目光拉远一点，你几乎看不出来两者在设计元素上有什么明显的差异。那影像方面呢，现在还没有办法和 Ultra 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，但可以这么说，这次 Pura 80 Pro 加的影像参数已经很强了，1英寸主摄长焦微距，再搭配最新的红枫传感器，还有这次华为推出的个性色卡，我使用下来感觉真的非常的出片。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我认为这一代的 Pro 加更适合绝大部分人去购买呢？手感更加优秀，而像屏幕、电池包括材质方面，这些核心体验都保持了一致，影像本身呢也足够强。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就一定想体验 Ultra 这个动态范围更高的1英寸主摄或者它一镜双目的黑科技，那我认为 Pro 加的参数真的已经够强了，也会更适合大部分人。硬件方面呢聊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鸿蒙 5.1。5.1呀，它和 5.0 相比，在 UI 方面的变化呢确实不大，尤其是我用这个官方的换机助手换完机以后啊，一打眼看上去确实没啥区别。不过你稍微用一用，还是能够感受到有不少改变的。首先就是实况窗哈，比如说美团啊，5.0的实况窗只会在左上角显示一个送货中，而5.1直接能够显示这个送达时间了。滴滴呢，在5.0上也只能显示车辆状态，而5.1可以显示车牌了。总之啊，5.1上的这个实况窗，它这个实用性确实更好了，居中以后呢也更加美观，在一级界面显示更多内容，这个改变我是非常喜欢的。那第二个小改变呢是指纹快捷键，比如说滑动切换镜头倍率，我向上滑动侧边指纹，它就会在几个默认的焦段里变化。你从上往下滑，又会缩小，并且在这个相机自拍里呢，还能够轻触拍照或者录像，还能够长处保持曝光和对焦。总之，如果你购买了华为 Pura 80系列以后啊，我建议大家进入这个设置里来设置一下它这个侧边指纹的快捷功能，很实用。那第三个比较大的改变呢，就是全新的小艺陪你看世界这个功能哈。我们现在点进小艺 APP， 然后看这里，点进去。在右下角呢，就有一个类似于像小电话的这么一个图标，你点进去以后呢，就能和小艺实现一些对话。你甚至可以打开摄像头，调用这个摄像头，让小艺看到你正在看到的画面。比如啊，你面对之前家里买的放了很久不知道是什么产品的补剂，你就可以给小艺打一电话，打开摄像头，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产品啊，我看不懂。这是 Allmax 的一水肌酸粉。
400克的，主要是用来健身增肌、提高力量的。你还可以让它帮助你给一些穿搭指引，比如说啊，我觉得我今天穿的，我想更加的年轻一点，我也可以给打一电话，打开摄像头，这是我今天的穿搭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希望能显得更年轻一些。你这身搭配挺简约的，想显年轻的话，可以加个亮色配饰，像彩色领带或者个性手表，再搭双休闲鞋，整体更有活力。总之就是小艺这个功能在很多时候确实能给到你一些指导和帮助。那第4个比较大的改变呢，就是它又新增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你在这里呢可以自定义它的一些装饰，然后点击应用以后呢，在锁屏界面你会发现，点击这个人物，它会对应的给你一些操作。那鸿蒙 5.1 呢，我整体体验下来也是非常的流畅。我现在对于鸿蒙系统本身，像操作呀、审美呀以及功能性等等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想抱怨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操作系统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，依旧是完善软件生态。软件生态完善了，它的体验会再进一步。那以上呢，就是这2天我使用 Pura 80 Pro 加的一些感受。总之呢，这一代80系列给我的感觉就是，相比于上一代，华为在这一代每个配置上的刀法都变得更温柔了一些。上一代呢，有不少人会吐槽，似乎只有70 Ultra 有着所有的卖点，而这一代的 Pura 80系列呢，每一个配置我认为都更有竞争力了。如果你想要最顶的配置、最顶的黑科技，那毫无疑问肯定还是 Ultra 最适合你。但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综合体验比较优秀的影像器件，那其实 Pura 80 Pro Plus 已经绰绰有余了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找内容就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到点赞、评论、图片转发。最后来说一下 Ultra 的影像深度测评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大家一定要点击关注，千万别错过。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